各位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领略一座独特的城市——重庆。这座城市被誉为山城、雾都、火锅之都，有着无数令人惊叹的面貌。是啊，重庆这座城市真的太有魅力了。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，就被它那独特的地形和城市风貌震撼到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座令人难忘的城市。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，是中国4大直辖市之一，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、金融、科创、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。它有着山城的美誉，因为整个城市依山而建，高低错落。对，重庆的地形真的很特别。我记得第一次去重庆就被那些建在山上的高楼大厦惊呆了。有些建筑物你在一层进去，可能从另一侧的10几层出来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。哈哈，是的，重庆的地形确实让很多第一次去的人都感到惊讶。那种依山而建的城市结构，让整个城市看起来像是一座立体的迷宫。而且重庆的交通也很有特色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重庆有很多的轻轨是穿楼而过的。想象一下，你坐在轻轨上，突然轻轨就穿过了一栋大楼，这种体验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有的。对，还有那个著名的李子坝轻轨站，轻轨直接从一栋居民楼的中间穿过，成为了网红打卡地。这种独特的城市设计也反映了重庆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。说到重庆人，我觉得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。重庆人热情、直爽、耿直，有着典型的鲅鱼性格。他们喜欢吃辣，说话带着浓浓的重庆方言，听起来就很有韵味。是的，重庆方言确实很有特色，比如他们说巴适，就是形容很舒服、很好的意思，还有安逸，也是表示舒适、惬意。这些方言词汇听起来就很有重庆的味道。对，还有莽，就是形容人很勇敢、很豪爽。重庆人说话时常常会加上这些方言词，听起来特别亲切。不过，我觉得重庆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美食文化。重庆火锅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火锅之一了，那种麻辣的口感让人一世难忘。没错，重庆火锅真的是太好吃了，那种麻辣的感觉，配上各种新鲜的食材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而且重庆人吃火锅的场景也很有意思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气氛非常热闹。除了火锅，重庆还有很多特色小吃，比如重庆小面、酸辣粉、江湖菜、毛血旺等等。这些美食都有着浓郁的鲅鱼风味，辣而不燥，香而不腻。对，我特别喜欢重庆小面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配上劲道的面条，简直是绝配。每次去重庆，我都会专门去吃一碗正宗的重庆小面。重庆的美食文化其实也反映了重庆人的性格特点，热情似火，直爽豪迈，就像他们喜欢的辣椒一样，火辣热烈，但又不失温度和情感。说到重庆的景点，那可就太多了，比如说解放碑，这是重庆的商业中心，也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周围有很多商场、餐厅和娱乐场所，是重庆人休闲购物的好去处。还有洪崖洞，这是一个建在悬崖上的吊脚楼群，融合了鲅鱼传统建筑的特色。晚上灯光亮起的时候，整个洪崖洞金碧辉煌，非常壮观，被誉为重庆的外滩。
对，洪崖洞真的很美。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，站在对面的江边看洪崖洞的夜景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震撼。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，灯火通明，倒映在江水中，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除了这些城市景点，重庆还有很多自然景观。比如说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交汇，形成了著名的两江四岸景观。乘坐游轮在江上游览，可以欣赏到重庆独特的山水城市风光。对，重庆的江景真的很美，特别是晚上，两岸的灯光亮起，倒映在江水中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而且重庆的江水很清澈，坐在游轮上感受江风拂面，真的很惬意。还有重庆的三峡，这是长江上最为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。三峡大坝的建设虽然改变了三峡的部分风貌，但也创造了新的景观，比如壮观的大坝和宽阔的库区。三峡确实很壮观，那种山高水长的感觉，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。特别是乘坐游轮穿越三峡的时候，两岸的山峰如同巨大的屏障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夜生活。重庆是一座不夜城，晚上的重庆灯火通明，特别是在江边，那些高楼大厦的灯光倒映在江水中，形成了美丽的夜景。是的，重庆的夜景真的很美，特别是从南山或者北滨路看渝中半岛的夜景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震撼。整个城市的灯光像是镶嵌在山水之间的宝石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温泉资源。重庆有很多天然温泉，比如北温泉、南温泉等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泡一泡重庆的温泉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是的，重庆的温泉确实很有名，特别是在冬天，外面可能还在下雨或者飘雪，但是泡在温泉里，感受那种温暖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重庆的温泉大多都含有多种矿物质，对身体也很有好处。重庆的交通也很发达，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，重庆有着完善的公路、铁路、航空和水运网络，特别是重庆的轻轨系统，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区域，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对，重庆的交通确实很方便，特别是那些穿楼而过的轻轨，不仅解决了山城交通的难题，也成为了重庆的一道风景线。坐在轻轨上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气候。重庆被称为火炉，夏天的温度经常超过40度。但是重庆的冬天又很湿冷，虽然温度不是很低，但是湿度大，感觉很冷。是的，重庆的气候确实很特别，夏天热得让人受不了，冬天又冷得让人发抖。但是重庆人已经适应了这种气候，他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，比如夏天吃火锅出汗降温，冬天泡温泉驱寒。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很迅速，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城市，重庆在制造业、服务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特别是在汽车制造、电子信息等领域，重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。对，重庆的经济确实发展得很快，特别是近年来，重庆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新兴产业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人文景观，比如说磁器口古镇，
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，保存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和街巷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巴渝文化气息。对，磁器口古镇真的很有特色，那些青石板路、木质建筑，还有各种传统手工艺品和小吃，都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历史气息。特别是那些老字号的店铺，比如陈麻花、毛血旺等，都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山水风光。重庆周边有很多自然景区，比如五龙天生三桥、仙女山、大足石刻等，这些地方都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。是的，重庆的自然风光确实很美，特别是五龙天生三桥，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真的让人叹为观止。还有仙女山，那里的草原、森林、湖泊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。重庆的文化艺术也很丰富，重庆有很多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剧院等文化场所，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。特别是重庆的川剧，以其独特的变脸技艺，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。对，重庆的文化艺术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川剧变脸，那种瞬间变换面具的技艺真的很神奇。每次看到变脸表演，我都会被那种神秘的技艺所震撼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夜市文化。重庆的夜市非常热闹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、商品和娱乐活动，特别是在解放碑、洪崖洞等地方，晚上的夜市人流如织，非常热闹。是的，重庆的夜市真的很有魅力，那种热闹的氛围，各种美食的香气，还有人们欢声笑语的声音，都让人感受到了重庆的活力和热情。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，坐在江边的夜市里，吃着美食，看着江景，真的很惬意。重庆的教育资源也很丰富。重庆有很多知名的高校，比如重庆大学、西南大学等，为重庆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。这些高校不仅在教学、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也为重庆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活力。对，重庆的教育确实很发达，特别是近年来重庆积极推动教育现代化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民俗文化。重庆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活动，比如春节的舞龙舞狮、端午的赛龙舟等，这些活动都展示了重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。是的，重庆的民俗文化确实很丰富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，很多传统的民俗活动都保存得很好。比如说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会举行舞龙舞狮、放鞭炮等活动，场面非常热闹。重庆的体育事业也很发达，重庆有很多体育场馆和设施，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健身环境。特别是重庆的足球队重庆力帆，在中国足球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对，重庆的体育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近年来，重庆积极推动全民健身，大力发展各种体育活动，为市民的健康生活提供了保障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城市规划。重庆的城市规划充分考虑了山地地形的特点，形成了独特的立体城市景观。特别是那些依山而建的高楼大厦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天际线。
是的，重庆的城市规划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那些建在山上的高楼大厦，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座座小山，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。这种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城市规划理念，也体现了重庆人的智慧。重庆的旅游业也很发达，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重庆旅游，感受这座山水之城的魅力。特别是近年来，随着网络的发展，重庆的很多景点都成为了网红打卡地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。对，重庆的旅游确实很有吸引力，特别是那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，比如五龙天生三桥、大足石刻、洪崖洞等，都成为了游客必去的地方。而且重庆的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，很多人专门来重庆吃火锅、小面等美食。重庆的科技创新也很活跃，重庆有很多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特别是在智能制造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领域，重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对，重庆的科技创新确实很有活力，特别是近年来，重庆积极推动科技创新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。重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生态环境。重庆有很多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，保护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特别是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，对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是的，重庆的生态环境确实很重要，特别是近年来，重庆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，大力保护自然环境，为市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。重庆的医疗卫生也很发达，重庆有很多知名的医院和医疗机构，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。特别是在中医药方面，重庆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深厚的传统。对，重庆的医疗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那些传统的中医药，比如重庆的中药材、中医疗法等，都有着独特的效果。而且重庆的医疗服务也很人性化，医生和护士都很热情，让患者感到很温暖。重庆的社会保障也很完善，重庆有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。特别是在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方面，重庆都有着完善的政策和措施。对，重庆的社会保障确实很有力度，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，比如老人、残疾人等，重庆都有着特殊的关爱政策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重庆的城市管理也很有特色，重庆有着完善的城市管理体系，为市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。特别是在城市清洁、交通秩序等方面，重庆都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。是的，重庆的城市管理确实很有效率，特别是那些城市管理人员，他们工作认真负责，为维护城市的秩序和环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重庆的农业也很有特色。重庆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，产出了很多特色农产品，比如涪陵榨菜、奉节脐橙等。这些农产品不仅满足了市民的需求，也成为了重庆对外交流的名片。对，重庆的农业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那些地理标志产品，比如涪陵榨菜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品牌。而且重庆的农业也在不断创新，发展了很多新型的农业模式，比如生态农业、观光农业等。重庆的工业也很发达，重庆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，有着完整的工业体系。特别是在汽车制造、电子信息等领域，重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。
对，重庆的工业确实很有实力，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工业企业，比如长安汽车、力帆集团等，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企业。而且重庆的工业也在不断升级，向着高端化、智能化的方向发展。重庆的商业也很繁荣，重庆有很多大型的商业中心和购物中心，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购物选择。特别是在解放碑、观音桥等商圈，商业氛围非常浓厚。是的，重庆的商业确实很有活力，特别是那些特色的商业街区，比如解放碑步行街、九街等，都有着独特的商业氛围。而且重庆的商业也在不断创新，发展了很多新型的商业模式，比如电子商务、体验式消费等。重庆的金融业也很发达，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，有着完善的金融体系，特别是在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领域，重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对，重庆的金融确实很有实力，特别是那些大型的金融机构，比如重庆银行、西南证券等，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金融力量。而且重庆的金融业也在不断创新，发展了很多新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。重庆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很活跃，重庆有很多文化创意园区和平台，为文化创意提供了良好的环境，特别是在影视、动漫、设计等领域，重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是的，重庆的文化创意确实很有活力，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创意人才，他们在重庆找到了自己的舞台，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而且重庆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在不断发展，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和生态圈。重庆的国际交流也很活跃，重庆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，特别是在经贸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，重庆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。对，重庆的国际化确实很有成效，特别是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重庆作为内陆开放高地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不断深化，而且重庆也吸引了很多国际企业和人才，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重庆的城市形象也很鲜明，重庆以其独特的山水城市风貌和热情好客的市民形象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特别是在国际上，重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。是的，重庆的城市形象确实很有特色，特别是那种山水交融、立体多层的城市景观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且重庆人的热情、直爽、好客，也让很多游客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。重庆的未来发展也很有潜力。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实施，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城市和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节点，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。对，重庆的未来确实很有希望，特别是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，重庆与成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，共同打造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。而且重庆也在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发展新兴产业，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总的来说，重庆是一座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市，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、丰富的历史文化、美味的饮食文化和热情好客的市民。无论是旅游观光还是商务考察，重庆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是的，重庆确实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城市，它的山水之美、人文之韵、美食之香都让人流连忘返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重庆，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
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我们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重庆有更深入的了解，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自去重庆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。是的，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亲自去重庆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这座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